如果以伊冲突进一步激化，以军会如何打击伊朗的问题，基本上人尽皆知。出动 F-35I 空袭伊朗核设施，这点伊朗也很清楚，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表示自己有实力击落 F-35。在4月17日的阅兵典礼上，伊朗展示了自主研发的巴瓦尔373升级版，号称可以拦截美军隐身战机。那么事实上，巴瓦尔373真的能拦截 F-35吗？伊朗防空系统能否全面抵挡以色列空军呢？伊朗的防空系统大多是俄制 S-200、S-300 或者以此为基础自研，巴瓦尔373也是如此。在俄罗斯禁止向伊朗出口 S-300的那段时间，伊朗决定在国内开发类似的系统，最终成果就是巴瓦尔373。2019年8月22日正式投入使用，性能对标 S-300。2022年，伊朗推出巴瓦尔373的升级版，具备更强的目标探测和追踪能力，可同时辨别100个空中目标。一个标准的巴瓦尔373系统装备6辆发射车，车上有一部带有4枚拦截导弹的垂直发射器，使用伊朗国产猎人4B，可以同时向6个目标发射12枚导弹，每个目标2枚。按照伊朗的说法，巴瓦尔373升级版的性能可以超越俄罗斯的 S-400，有能力击落5代机。就伊朗宣称的性能来看，巴瓦尔373的确可以发现 F-35。按照当初的技术任务要求，巴瓦尔373不具备打击战术弹道导弹的能力，但是根据该系统的设计特征，完全可以兼顾反导作战。巴瓦尔373拥有双波段雷达 ，X 波段可以探测各类非隐形目标，而 S 波段属于长波雷达，可以探测隐身目标。雷达波段代表发射的电磁波频率，也就是波长范围。一般情况下，长波雷达或者说米波雷达可以探测到隐身战机。大部分的隐身战机的气动隐身只针对厘米波和分米波，对米波完全无效。就比如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期，美国空军一架 F-117夜鹰被击落，南联盟防空如何击落 F-117的问题，至今依旧众说纷纭。不过其中最靠谱的观点就是南联盟使用老式的萨姆3，依靠米波雷达成功发现并击落了这架 F-117。而且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军事观察杂志网站就发表文章称，伊朗使用俄罗斯雷达系统成功追踪了美国 F-35。不过可以发现并不代表可以拦截，就目前的防空系统来说，有多种雷达探测技术都可以发现隐身战机，但是却无法为导弹提供瞄准的目标。比如米波雷达与低宽带雷达只能显示战机的大致位置，但精度不高，通常只用于中距离的预警和跟踪，无法用来锁定目标，充当火控雷达。科索沃战争时期也是如此，当时南联盟防空军发现了 F-117， 但是火控雷达没反应。之所以能击落 F-117， 那是因为当时的飞行员太自信了，把飞机飞得很低做蛇形机动，这才导致被南联盟击落。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虽然也可以追踪隐身战机，但是范围极其有限。此外 F-35在设计上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热量的散发， IRST 并不能提供精准的追踪信息，所以就伊朗当前的防空实力来看，根本无法准确识别并击落 F-35。在4月19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小规模空袭中，位于伊斯法罕附近的谢卡里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伊朗方面表示，成功拦截了所有空中目标，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来看，以色列使用无人机袭击伊斯法罕，就算被拦截也无可厚非。那么既然能拦截无人机，有没有能力拦截以军的导弹呢？伊朗的武装力量分为2部分，伊朗国防军和伊朗革命卫队，其防空部队也分为了2部分，分别是伊朗国防军独立的防空军以及伊朗革命卫队空天军下属的防空部队。2支部队都是独立的指挥体系，不过伊朗防空部队的主力还是国防军下属的防空军，主要装备俄制 S-200、S-300、PM-U2 以及伊朗自制的巴瓦尔373。此外还有美制霍克以及自制的梅尔萨德系统。防空导弹的型号挺多，但性能只能说一般。伊朗防空系统的发展与导弹、战机没什么不同，核心思想就2个字：山寨。自2010年6月伊朗核危机导致的武器禁运生效以来，伊朗就没办法继续进口国外的先进武器，只能自力更生，山寨别人家的防空系统。在20世纪70年代的巴列维王朝时代，伊朗斥资从美、苏、英法等国家进口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其中霍克防空系统与标准1负责要地防空，而伊朗防空系统的自研之路就始于对美制霍克防空系统的仿制。伊朗国产化 MIM-23 导弹被称为猎鹰，性能接近 MIM-23B 导弹，
同时，通过改进霍克系统的雷达、更新指挥机构等操作，伊朗研制出了梅尔萨德防空导弹系统。之后，伊朗又为国产猎鹰导弹更换了抗干扰能力更强的导引头，并将射程增加到40公里之后，沙拉姆齐防空导弹应运而生。梅尔萨德系统的发展型号为梅尔萨德16，搜索雷达为车载搜索雷达。这种 C 波段的雷达最大探测距离达到了150公里。火控雷达则是伊朗自制的哈迪雷达，导弹则换成了沙拉姆齐2。气动布局与猎人2类似，仅在弹体尺寸和部分细节上有所区别。重点是梅尔萨德16系统可以与伊朗自研的哈菲兹中距 3D 有源相控阵雷达与 NAGM804 相控阵雷达配合使用。虽说与原版的霍克系统相比，伊朗自制的梅尔萨德系统与沙拉姆齐导弹在性能上有很大的提升，但此时伊朗的防空系统依旧没能逃出霍克的限制。此外，伊朗还以标准1为基础，研发出霍尔达德系统，早期型号被称为猎人1，目前已经推出猎人2、猎人3防空导弹，分别配属 TALASH 防空系统与霍尔达德15防空系统。按照伊朗的说法，猎人3已经可以拦截美军现役的隐身战机，但是实际如何，相信各位都清楚。就结果而言，标准1和 MM23 的衍生型号撑起了伊朗防空军中程防空导弹的半壁江山，而伊朗的远程防空系统则变成了俄制防空系统的血脉。伊朗最早的远程防空系统就是20世纪90年代从俄罗斯进口的 S-200系统，当年的性能还不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老旧指挥体系和引导部分早就被淘汰了。只是受限于武器禁运，伊朗一直没有获得俄制 S-300 PMU 系统，所以在21世纪初期，伊朗的远程防空系统一直存在漏洞。直到2015年，伊朗和俄罗斯签署合同，采购4个营的 S-300 PMU-2 防空系统，配备射程200公里的 48N612 拦截弹、96L6E 型目标指示雷达以及 64N6 大鸟空情雷达。伊朗就在 48N612 的基础上，结合对标准1导弹逆向研制的技术，研制出外表神似标准1、射程200公里以上的猎人4防空导弹，并将其配备给2019年亮相的巴瓦尔373。在伊朗4月阅兵典礼上亮相的巴瓦尔373升级版使用的导弹就是猎人4的升级版猎人4B， 射程达到了300公里。与伊朗国防军的防空军相比，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实力相对偏弱，没有远程防空系统。技术来源方面主要是山毛隼系统。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伊朗就从叙利亚引进了萨姆6，并以此仿制出第一代雷霆防空系统。当前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中，最具代表性、性能最好的防空系统就是最大作战距离超过105公里的3月3日中远程防空系统。该系统自带雷达，可以同时跟踪10个目标，最大探测距离100到120公里。如果有需要的话，3月3日系统还可以与伊朗国产的 S 波段 BASHIR 雷达搭配使用。其次就是射程大于90公里的 TABAS 系统，射程大于30公里的第9日系统。这三者的发射车构型与山毛隼极为相似。此外，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还有俄制道尔 M1 野战防空系统与伊朗仿制版 DEZFUL 防空系统。导弹方面，伊朗革命卫队主要是鸟系列防空导弹，目前已经发展出塔尔1、塔尔2、塔尔 2B 等多个子型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塔尔2。根据制导模式不同，塔尔2拥有3个版本，射程可以分为50公里、75公里和105公里，并且塔尔2导弹融合了猎人2导弹的一些技术特征，但气动外形依然与山毛隼类似。当然，伊朗革命卫队也有一定的猎人系列防空导弹，并且可以用于3月3日防空系统。至于伊朗防空系统的部署模式，火力军觉得可以理解为超远程预警加边境预警加要地防空。首先就是超远程预警雷达领域，伊朗主要采用固定部署的超视距雷达，分为加迪尔和天空2个型号，前者最大探测距离为1000公里，后者的最大探测距离为3000公里。伊朗在法尔斯省西部的库尔德斯坦省、西南部濒临波斯湾的胡奇斯坦省以及北部塞姆南省各部署了一台超视距预警雷达，在探测范围上已经覆盖伊朗周边地区。边境预警方面，也就是将远程防空系统部署到边境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防空系统也就决定了革命卫队很少负责远程警戒、远程防空等任务，基本上都是负责要地防空，而伊朗防空军大多都是执行远程拦截任务。就比如防空军的 S-300 PMU-2， 哪里有问题就去哪儿。2020年，伊朗将部分 S-300 PMU-2 系统部署至里海沿岸地区，防范以色列突袭核设施。
2022年，伊朗又将 S-300 PMU-2 部署到南部港口城市阿萨鲁耶。不过，伊朗独特的2支武装部队也就意味着在任务上会有一定的重叠。伊朗防空军也可以执行要地防空，比如德黑兰、伊斯法罕等主要城市都是由伊朗防空军和革命卫队负责。为了应对以色列的袭击，伊朗已经将 S-300、S-200 以及巴瓦尔373转移到德黑兰。从伊朗防空系统的运用来看，主要防备的对象就是美国、以色列发动的空袭。只是就伊朗防空系统的性能来看，平常拦下无人机、导弹什么的或许还可以，但是如果面对大规模冲突，伊朗防空就顶不住了。伊朗更侧重防空系统的性能，而不是覆盖网络空间的集体攻防。关于态势感知、装备协同以及指挥体系的信息很少，并且目前还没有媒体报道伊朗举行和防空有关的网络对抗演习，这是伊朗系统的一个漏洞。总的来说，从山寨霍克、标准、山毛隼到自主研发防空导弹，伊朗当前的防空系统已经可以自给自足，防空网的部署也相对完善，只是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虽然建立了超远程、远程、中程雷达监视体系，但伊朗还缺乏天基、空基等雷达监视能力，空情监视网络也存在一定的漏洞。最重要的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更像是一个大杂烩，指挥系统的数字化水平较低，在复杂电磁条件下作战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想要击落 F-35，或许他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伊朗的防空实力在国际上能排到第几名？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